清月，你真打算让我跟那个野种表白？哎呀，只是演戏而已嘛。苏唐那个贱人，夺走了我家1半的资产，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啊？你先假装跟他在一起，然后趁机把他的私密照片拍下来。到时候呢，我再精心为你策划一场婚礼，你只需要在婚礼上狠狠地甩了他。还要跟他结婚呢，那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那你可得好好补偿补偿我。放心吧，只要你能帮我彻底的毁掉苏唐，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想毁了我吗，苏清月？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我叫苏唐，5岁那年，我的母亲带我嫁进了苏家，我在苏家过了2年的幸福生活。这2年里，苏涛尽心尽力地扮演着一个好父亲的角色，而他也在母亲的助力下，创办了名为苏氏的商业帝国，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小子，一举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苏董事长。苏总好！我曾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可好景不长，苏氏成立不久，母亲离奇暴毙。葬礼那天，苏涛带回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以及一个比我小3天的妹妹。苏唐，这以后就是你妹妹了。自此，我的人生迎来了长达10年的噩梦。要想在这个家生存下去，就得学会装乖、折服，以及讨好那个男人。或许是我的狼狈太过自由，连命运都对我心生怜悯。苏涛得了胃癌，而我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这一家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是女儿，一个尽心尽力的端屎端尿，另一个跟躲瘟疫似的。糖糖，你恨爸爸吗？恨，我当然恨。我不仅恨你，我还巴不得你早点就去死。怎么回事？刚刚明明好好的，怎么会？检测到病人失去生命体征，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啊，刚刚苏唐给他擦身子，然后就……是你是不是？苏唐，一定是你是不是？一定是你害死了他！没有，我刚刚只是给爸爸擦擦身体而已，我什么都没做。闭嘴！一定是你，只有你！够了！这些天你们一家人的相处，我们都看在眼里。苏唐小姐照顾苏先生尽心尽力，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收拾收拾走吧，少在这里闹事儿。不是我，苏小姐，既然先生已经去世了，又并未立下遗嘱，那么遗产还是按照我国的财产继承法来分配。苏先生的所有资产，您和大小姐各占50%，这是分配协议，您收好。什么？谢谢陈律师。这不可能啊！我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你一个野种，凭什么分走我家1半的资产？你干什么？松手！你给我松开！苏唐，这一巴掌还你7岁，这一巴掌还这些年我受到的种种屈辱折磨，还真是咬人的狗不叫，小贱人，你挺得装吗？苏唐，你
这个贱人！我就要毁了你！我一定要毁了你！我太了解苏清月了，以她的骄纵，绝不可能轻易放过。可我实在好奇，她打出的底牌是否是我想要的那张？这个项目的报价全网泄露，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报价不是我泄露出去的，是不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员工，我们公司用不起。保安。苏唐，好好想想自己得罪了谁。从今往后，整个海城不会有一家公司要你。我们许是要的，我们许是要的。来许是，我护着你。苏清月，你果真没让我失望。鱼上钩。怎么，你不愿意？怎么会呢？能进许氏是我的荣幸，我当然愿意。我顺利入职许氏集团，成为了许愿的秘书。我当然知道这是苏清月的陷阱，可那又怎样？这场游戏中谁是猎物，还不一定。许总怎么想起今天约我到这里来吃饭？叫我阿燕就好。咱们相处这么久了，你应该很清楚我对你是什么心思吧？苏唐，以后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女人，好吗？拘你入我，哼，游戏终于开始。苏唐，你喜欢我吗？当然。如果我不喜欢你，我怎么能向你表白？真的吗？那你证明给我看。你想让我怎么证明？你说呢？你细细品味着许愿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厌恶、享受、沉沦。苏清月，你从我这里的每一把刀，我都会亲手插回你的心脏。来，干杯！来，干嘛呢你？喝酒啊？清月，你看，我去，这许愿什么情况？他不是清月的男朋友吗？怎么跟苏唐这个野种搞在一起了？是啊，清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许愿该不会是出轨了吧？瞎说什么呢？许愿和清月都在一起这么久了，绝不会做对不起清月的事情。清月，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错，是我故意让许燕接近苏唐的。那个贱人抢走了我家一半的家产，不给他一点教训怎么能行？他不是爱装白莲花吗？我就让全海城的人都看看这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骚物。还得是你啊，这也太狠了吧！可即便是这样，也用不着这么亲密吧？看照片，好像还是许燕主动的。清月，难道你就不怕许燕真的喜欢上他吗？许燕，你的手机响了，别管。要不你先接一下。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处理一下。这么晚打电话来干什么？亲眼看着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你现在一定很生气吧？苏清月，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晚还打电话干什么？许燕，你什么意思啊？我是你女朋友，我还不能插岗了？
我问你，你现在跟谁在一起？你刚刚都在干什么？你问这个做什么？许愿，你别忘了，我让你跟苏唐是逢场作戏而已。你是我男人，我只让你趁机去拍几张照片，没让你真和他在一起。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够了，当初不是你让我接近他的，现在又在这里闹什么闹？他就是一个野种而已，就算我跟他有什么，也只是玩玩。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对不起，阿叶，我就是看到苏唐发的照片，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你答应我，你拍到他的照片就赶紧把他甩了，好不好？我真的是太害怕了。行了，我知道啊。苏唐，你怎么来了？我刚来没多久，不过你怎么这副表情啊？你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怎么会？既然你刚才这么有精力，不如我们去把没做完的事情给完成了。什么味道？这么香？照片已经给你发过去了。行了，快来尝尝我的手艺。我们昨晚……啊，昨晚你好像太累了，还没开始你就睡着了。你愣着干嘛？快坐下尝尝。怎么样？好吃吗？没想到苏唐不光比苏清月漂亮，竟然还这么温柔体贴。如果真和她在一起，似乎也不错。那就好。哦，对了，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回头叫清月来家里吃顿饭吧。清月，你叫她来做什么？庆祝啊！自从我爸去世之后，她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现在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我想让她跟我一起见证一下。怎么？你不愿意吗？怎么会？那，你把她叫过来吧。就知道你最好了。清月，你来了，快进去坐。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叫我过来干什么？我叫你来，自然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许燕，叫姐夫。这是我男朋友许燕，叫姐夫。姐夫？苏唐，你故意的是吧？我故意什么？你怎么这副表情啊？难不成你们认识啊？你不认识。我跟你妹妹，我们是第一次见。那就好，吓死我了。那你们先聊，我去厨房收拾一下。姐夫，许燕，你说他什么意思啊？抢了我的男人，还让我叫你姐夫？
故意恶心我呢是吧？他没你想的这么心机，我想你应该是误会。许燕，我才是你女朋友，你为什么要帮那个贱人说话？我没有帮他说话。再说了，这照片不是已经发给你了吗？你还跟他计较做什么呀？也是，很快他就会身败名裂了，到时候再也得意不起来了。你们聊什么呢？那么开心？没什么，我就是羡慕姐姐能找到像姐夫那么优秀的男人。我看你们两个人感情也挺稳定的，应该快要结婚了吧？婚礼的事情不如交给我帮你们策划。真的吗？那可太感谢你了。来，我敬你一杯。清月，糟了糟了，他好像喝醉了，快带他去卧室里休息。糖糖，我好像也有点……快去吧，我收拾一下就过来了。走。苏清月，你干什么呀？阿爷，不要走，你帮帮我，帮帮我嘛！苏清月，你清醒一点，这是苏唐的房间。苏唐的房间，那又怎样？许燕，你跟苏唐只是做戏而已，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陆总，明天就是我的婚礼了，我们的交易可以开始了。我一定如约而至。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爱，一个工具人而已，也配谈爱？不过苏清月，你倒是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许燕，你说话呀！他只是一个野种而已，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只有我，才是真正爱你的人。糖糖，你怎么来了？你这说的什么话？清月喝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来看一下。好像没什么事儿。不过，你这里怎么了？这里应该是蚊子咬的。这样吗？嗯。许燕，你不会背叛我的，对不对？当然。那就好。我为你准备了礼物，等婚礼当天当面拿给你，你一定会喜欢的。雪燕，这明天就是你和那个野种的婚礼，当新郎官的感觉怎么样啊？还能是什么感觉？肯定是恶心啊！不过呀，那个苏唐可真够蠢的，居然还以为许燕真的会喜欢上他，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可不是嘛，那个贱人之前抢走了我家一半的家产，我还以为是我小看他了呢，没想到这么容易就上套了。
清月，其实我觉得……哎，我明天让你给我请的那个记者都请了吗？什么记者呀、直播啊，一个都别落啊！放心吧，我专门帮你找了最顶尖的团队，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好，明天我就要让苏唐那个贱人身败名裂。哼，准备的这么齐全，苏清月，到时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别喊疼哦。雪燕先生，您愿意和旁边这位美丽的小姐共度余生吗？往后无论风雨天晴，都携手一起度过。我愿意。苏唐小姐，您是否愿意嫁给许燕先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与他携手度过，永远相爱。我不同意。这是谁啊？哎呦，这是谁啊？我讲过吧？清月，怎么害怕了呀？苏唐，平日里装的跟朵白莲花一样，骗得了别人，你可骗不了我。各位，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个苏唐背地里面就是个不知廉耻的贱货。这样，清月，我可是你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怎么，我说错了吗？我手里面可是有证据的。苏二小姐，您手里有什么证据，倒是快点拿出来呀！是啊，赶紧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啊！急什么？马上就给你们看清楚了，这就是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居然这样！谢谢你。这房门玩的就是这啊，这样。我的天哪，他还要不要脸？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可不是嘛，平日里看高高在上的，没想到背地里竟然是这种人。看清楚了吗？什么风光霁月的大小姐呀、什么纯白无瑕的未婚妻啊，背地里面只是个骚货而已。苏唐，我送你的这份大礼，你还喜欢吗？快别说了！我为什么不说了？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平日里面的白月光，背地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嘴脸。清月，你是我妹妹，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闭嘴吧你！就你这种浪荡的女人，也配当我姐？我劝你啊，还是想一想一会儿该如何收场吧。今天来这儿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很快你做的这些丑事将会传遍整个海城，成为笑柄。你看看，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你，说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可真够不要脸的，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真是一点亲情血缘都不顾。可不是嘛，摊上这么个妹妹，苏大小姐简直倒大霉了。就是，平日里看着挺规矩一姑娘，背地里竟然和自己的姐夫勾搭在一起，真是一点礼仪道德都不懂。姐夫？怎么会？怎么会是这个视频？是啊，我的婚礼上为什么会出现你和姐夫勾搭在一起的视频？你们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不是的，糖糖，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我跟苏清月，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这是什么？许愿，当初是你说的，会永远护着我，不让我吃一点苦，受一点罪的。现在呢，你们都搂在一起了，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就是啊，
这人脸皮可真够厚，视频都出来了，竟然还说他们两个没什么，当我们都是瞎子吗？哼，死鸭子嘴硬罢了，毕竟是未婚妻的妹妹，谁敢认啊？要我说呀，这俩没一个好东西，你看一个婚前出轨，一个知三当三，我呸！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不是小三。证据都摆在眼前了，还敢狡辩？你这脸皮啊，怕不是防弹玻璃做的吧？苏桃，这些都是你设计的，是不是？不是妹妹先陷害我的吗？你们自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但你和许嫣密谋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在门外看着，怎么样，惊不惊喜啊？妹妹，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妹，我怎么会害你呢？苏桃，你这个贱人！你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就凭你不要脸！你抢了你姐姐的未婚夫，我才是许愿的未婚妻。你们竟然在床上做出这种事，难道不该打吗？糖糖，你听我解释，我们什么都没有。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要护着他？许愿，那我呢？我算什么？是你说会永远护着我，是你主动追求的我，是你说要跟我结婚，给我一个婚礼的。你现在说是误会，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不是这样的，糖糖，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啊？赶紧道歉，取消婚礼吧。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娶苏大小姐。不是要出轨吗？正好趁这个机会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省得出去祸害其他人。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这一切全部都是苏桃设计的。苏桃，你在婚礼上故意放我跟许愿的视频，就是为了毁了我，害我身败名裂，好狠的心！妹妹，你在说什么？大家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谁会在自己的婚礼上放这种视频，把家丑外扬出去？苏桃，我劝你最好适可而止，闹大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苏桃，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妈，你没事吧？苏桃，我妈可是长辈，你怎么动手打她呢？明明是你打的，大家可都看着呢。你演够了吗，苏桃？我告诉你，你这种小心机我见多了。我和你好商好量是给你脸，真要斗起来，你和你那个死去的妈加在一起都不是我的对手。陆阿姨，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我妈妈刚去世不久，你就进了我家家门。你平日里对我不好也就算了，可今天是我的婚礼，明明是苏清月和许愿搞不清关系，你却倒打一耙。我倒打一耙？本来就是你倒打一耙，明明是你女儿做错了事，你却不分青红皂白的维护苏清月，还动手打苏糖，你要不要点脸？这顾烟也不是什么善茬，人家原配刚死，就进入人家苏家，一看就是小三少妃。那谁知道呢？但是看他对苏小姐这个态度，平日里恐怕也没少欺负人家。还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怪不得苏清月想当小三呢，原来有个当小三的妈呀！你们都给我闭嘴！你们这群蠢货懂什么？张口小三闭口小三的！我告诉你们，许燕本来就是清月的男朋友，许燕和苏糖在一起不过就是演戏，他苏糖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三。
和苏唐才是那个小三。许燕本来就是清月的男朋友，这搞错了吧？今天不是他们的婚礼吗？苏唐怎么可能是小三呢？他刚才说苏唐和许燕本来就是演戏，这是怎么回事啊？顾阿姨，你刚刚说许燕跟我在一起是为了演戏。许燕，你不该给我解释一下吗？是你说会护着我，是你说在我之前你一个女人都没有，那现在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解释？清月和许燕在一起已经3年了，如果不是你，今天嫁给许燕的人就是我们清月。是你不仅插足了他们的恋情，还设计陷害清月，试图毁了她。苏唐，这世上怎么会有像你一样狠毒的女人？不是的，糖糖，你听我解释。和一个恋爱3年，原来那段视频都是真的。什么视频？苏清月，准备好迎接我送你的第2份大礼物。哎呀，只是演戏而已嘛。苏唐那个贱人，夺走了我家1半的资产，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你先假装跟他在一起，然后趁机把他的私密照片拍下来。到时候呢，我再精心为你策划一场婚礼，你只需要在婚礼上狠狠地甩了他。你，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怎么了？很意外吗？早在婚礼的3天前，我就收到了这个视频，但我不相信，我的未婚夫会跟我的妹妹搞在一起，所以我选择什么都没有看见。看到顾阿姨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这段视频就是真的。或许我才是那个小三，不过也怪不了别人，要怪就怪我一厢情愿信错了人。我太过分了，一家子人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姑娘，还有没有人性了？这真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呀！这种人就应该拿去进猪笼，还活着干什么？一家子坏种，没有一个好东西。今天不在直播吗？快，记者快拍一拍，一定拍他们的脸，让全国人民看看他们的嘴脸。苏小姐，请问你母亲说的到底是真的吗？您和苏大小姐究竟谁才是第3者？苏小姐，请问您在视频中说到的遗产是什么东西啊？您是否像视频中所说的那样计划陷害苏大小姐？苏小姐，请你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苏小姐，来一下吧，苏小姐。苏小姐，你是有什么疑虑吗？我没有，是你们搞错了，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上面的人不是我。视频都在这儿了，真的不是你吗？既然你说不是你，还请拿出证据来。还是说您的意思是这个视频是假的？假的？没错，这个视频就是假的，是 AI 出来的。我跟许愿从头到尾都是清清白白的，这一切都是苏唐为了争夺遗产设计出来的一场戏罢了。AI， 姐姐，我知道你讨厌我，嫉妒我，可是我们都是爸爸的女儿，你怎么能这样害我呢？你栽赃我跟许烨也就算了，你怎么能 AI 出这样的事情来毁我的清白？你真的太狠了！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你为什么说是我陷害的你？你要是不相信，大可以找人鉴定一下这2段视频是不是 AI 合成的。张总，你是 AI 高手，您来告诉大家，这2段视频是不是 AI 合成的？我可以证明，这2个视频不是 AI。你胡说！你跟苏唐是一伙的，大家别相信他。各位，我张伟深耕 AI 领域多年，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这2个视频绝对不是 AI。那是就是真的了呀！真的，感谢张总为我证明。没事儿，
像这种居心叵测的人，无论他想做什么，都不应该让他得逞。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看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你们两个就是一伙的。苏清月，你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苏唐，你少在这装腔作势，我又没做错什么，我悟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我一个字也不会认。好啊，既然张总的话你不信，那许燕作为当事人，她的话你总该信吧？许燕，你来说，这2段视频到底是不是 AI 合成的？苏清月这个蠢货，我之前怎么会喜欢上她？真是比不上苏唐半分。不行，我不能再陪她胡闹下去了。怎么，你不敢说？不是，刚才的视频不是 AI。刚才的视频不是 AI 的。真不是啊，那他们这一家子可真够恶心的。今天的热搜有了。苏小姐，徐燕先生亲口承认视频是真实的，请问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您和许愿先生不是合作关系吗？为何许愿先生突然反水？您之前是否有所预感？苏小姐，遭受情人背叛的感觉如何？您之前设计陷害你姐姐，那一刻是否想过有今天？您那时候是否意识到，这一念之差会成为毁掉您后半辈子的导火索？滚开！你们都给我滚开！雪，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这样做会毁了我的。抱歉，但我的确没有办法再继续错下去。康娜，之前都是我的错，是苏清月先勾引的我，但我的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就原谅我一次吧，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你想要怎么样都行。许氏的股份、财产，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许愿，你在发什么疯？许愿，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做。许愿，你快告诉大家，你刚刚都是胡说八道的，是有人逼你才这样说的，你快说呀！大伯，还有脸叫我大伯？丢人现眼的东西！丢人现眼的东西！苏董事长，他怎么来了？他是苏唐和苏清月的大伯，苏氏集团的现任掌权人。今天出这么大事，能不来吗？就是今天这事儿确实不太光彩啊，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抬起头来，颤颤巍巍的，像什么样子？说，错在哪儿了？我错在不该跟许燕厮混，更不该闹出这么大的笑话。胡闹！我告诉你错在哪儿了，你错在身为苏家唯一继承人，却要自降身份，跟一个野种抢男人。你错在手段不够狠厉，脑子不够聪明，被别人占了先机，让自己落入了现在这般境地。退一边去！苏唐，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10几年，成王败寇的道理我懂。今天是清月，棋差一招着了你的道，我们认了。可是，一码归一码，苏家还有一笔账要跟你算。大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也是苏家人，您说的这笔账是……你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你究竟是不是苏家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如今，陆氏集团入驻海城，正是合作招商的关键时刻，而你却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己私欲大闹婚礼，严重影响了我们公司的企业形象。我想，苏涛给你那50%的股份，是时候收回来了。真有意思。陆总，您真信那个女人？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我为什么要帮你？听说陆总对她求而不得。你怎么会有离死的设计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跟陆总合作了吧？我听说你家老夫人正在对你逼婚，如果陆总不介意的话，可以考虑到我的婚礼上抢婚，一举两得。
不好吗？苏小姐很聪慧，你婚礼当天，我会如约而至。合作愉快。戏都唱一半了，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加速吧，也是时候该我登场了。是。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跟你商量。爸给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你可别忘了，我也姓苏。姓苏，又如何？你本就不是苏家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苏氏集团。就是，你根本就不是爸的亲生女，你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来分我爸的遗产？没错，你根本就不是苏涛的种，凭什么拿苏涛的遗产？就凭苏氏集团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我妈出的，就凭我苏涛是苏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再敢对我动手，就别怪我不客气。反了！我是你妈，你敢这么对我？小妈也算妈。我妈才是苏涛明媒正娶的妻子，而你不过用了点臭不要脸的手段上位罢了。我死了都快10年了，骨头都化成泥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警告你，今天必须把股份给我吐出来，否则别想出这个门儿。哦，那你们苏家还真是只手遮天啊！这人谁啊？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看这气势，应该不是海城。这位先生，在我苏家的地盘，这么大阵仗，不合适吧？苏家的地盘，很快就不是了。哼，王八，敢在这里撒野，你是谁啊你？你马上就知道了。走吧。他是谁？为什么看起来和苏唐很亲近？糖糖，他是谁？你为什么要跟他走？我跟谁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么在意干嘛？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我……等等，苏唐，我们可以聊聊吗？好啊，你想跟我聊什么？苏唐，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伤害了你，但是这一次我是真的喜欢你。你的意思是，你真的喜欢我？对，我真的喜欢你。我承认，一开始我的确只是想跟你玩一玩，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我以前是多么眼拙，竟然会喜欢苏清月那种女人。你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比苏清月优秀？不只是优秀，你很耀眼，她不及你的一分一毫。苏唐，你就相信我一次，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是真的爱你。那苏清月怎么办啊？你们可是谈了3年恋爱呢。我对苏清月已经没有半点感情了，糖糖，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发誓，从今以后，与苏清月再也不会有半点交集。你还过去干什么？自取其辱吗？是吗？可你的手上还戴着他送给你的戒指，该不会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吧？哼！一个垃圾罢了。以前是我看错了人，但是这一次，糖糖，我对你的喜欢都是真的，你就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什么意思啊？这样为了
这个狐狸精跟我断了是吧？给我闭嘴！不许你这样骂苏唐！你竟然还敢维护他！你难道忘记我们之间的海誓山盟了吗？海誓山盟，你对苏清月还真是爱之深切呢，真让人羡慕啊！不是这样的，唐唐，你听我解释好吗？我解释什么解释？苏唐，我警告你，给我离许愿远一点！你给我住口！唐唐，你相信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真的跟苏清月没有什么，我爱的人是你。苏清月，从今天起，我跟你再也没有半点关系，别再缠着我了。我缠着你？唐唐，我真的错了。看来你们的海誓山盟也不怎么样，他这么快就变心了。苏唐，你这个贱人，是你蛊惑了许愿的心，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对不对？你还有脸怪我？这一切不都是你策划的吗？不是你亲手把许愿送到我身边的吗？许愿，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他有男人，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苏唐他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苏唐给了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但是你要告诉许愿，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双倍？没错，像你这种吃软饭的软饭男，给你双倍已经不少了。你今天租的这辆车花了不少钱吧？再加上你的出场费，给你10万，一定比苏唐给你的要多吧？10万？那还真不少啊。你现在知道苏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他呀，就是一个没爹疼、没娘爱的野种。够了，苏清月！你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再敢侮辱苏唐，我还打！看来人家对你是真爱了。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看你表现吧。不好意思，苏唐给我100万，你才给我10万。唐唐，我错了，唐唐，唐唐，哎，苏唐，你给我等着！没想到堂堂陆氏集团的总裁竟然这么会演戏啊！你也说了，我堂堂陆氏集团的总裁，看起来很像一个演员。本缺那10万块钱吗？我们陆总风流倜傥，气宇不凡，也只有苏清月那个蠢女人的猪脑子才会把我们陆总当成吃软饭的。不会说话就闭嘴。戏我已经帮你演完了，说正事吧。你为什么会有 Lisa 的设计稿？什么时候可以帮我引荐？我要见她。如果我说我就是 Lisa， 你信吗？你看我像傻子吗？还真……不像，不像。想见 Lisa 不难，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把证领了？不然你家老夫人那边怎么交代啊？结婚？领证？你确定？对啊，今天当众抢婚的事情，想必现在已经传遍了海城了。但我相信你家老夫人应该没那么好骗吧？不过陆总要是不想领证也可以，反正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做了，到时候你家老夫人再逼婚，那可就不能怪我了。我很好奇，你步步谋划，到底想做什么？我大伯苏正光经营多年，就算今天我让他们出了丑，但想彻底扳倒他们，可没那么容易。但有了陆总夫人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是吧，陆总？不，应该叫老公。苏小姐还真是一点都不矜持呢。好，那我就陪你好好把这场戏演下去。去民政局。是。气死我了！苏唐，你这个贱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行啊，你在这儿发疯有屁用啊！
你要真有本事，何至于被苏唐打压到这么个地步？大哥，你就别说这风凉话了。那现在怎么办呀？苏唐那个死丫头已经拿到公司的继承权了，今天又让我们颜面尽失，接下来她肯定会报复我们的。慌什么？办法我早就想好了，只要这件事能成，他苏唐就算有3头6臂，也得乖乖的交出继承权。大伯，你说的是什么办法？快告诉我！苏唐不是要继承权吗？那就给他。大伯，这就是你说的办法呀？哎，着什么急呀？你让你大伯说完。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苏氏集团外表看着光鲜亮丽，其实内部早就千疮百孔了。那苏唐想要彻底掌控公司，就必须得到陆氏集团的合作，不然那帮老狐狸还不得活撕了他。陆氏集团，我听说陆氏总裁冷血无情，而且几乎从来都不露面。我们苏氏在海城虽然有些地位，但是想要入陆氏的法眼，那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呐！那岂不是说这苏唐连见到陆氏总裁的机会都很渺茫？当然。太好了，如此一来，我们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苏唐呀，他自己就撑不住了。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咱们该做的还是得做。我打听到了，陆总的联姻对象喜欢一条名为海洋之星的项链，就在今晚，这条项链恰巧出现在湘江的拍卖会上。只要我们能拿到这条项链，还怕搭不上陆总这条线吗？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只要等待时机成熟，就可以轻松的拿下苏唐手里面的继承权了。大伯，还是你有办法。真的不用我陪你进去？怎么，怕我被欺负？我们才刚领完证，谁要是欺负我老婆，那我的脸往哪搁？你说对吧，老婆？我就是回来取一下我妈妈的遗照，既然现在已经是陆夫人了，自然要和这个家说拜拜。再说了，我要是被欺负了，你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对吧，老公？陆总，您真就这么让他一个人进去啊？万一他们欺负夫人怎么办？夫人，你改口倒是快。这不是做下属的该有的眼色吗？谁要是敢欺负我老婆，那就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了。哟，跟你那小白脸男友玩腻了，还知道回来呢。妹妹这话说的，你怎么没跟你男朋友待在一起啊？你男朋友不理你了？苏唐，你别太过分！再过分也没有你这个抢自己姐夫的苏二小姐过分。哦，对了，这件事儿好像还上了热搜，现在网上骂声一片。你不出门，该不会是怕别人骂你吧？够了，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苏唐，做事留一线，你把事情做这么绝，就不怕遭到反噬吗？我行得端，坐得正，怕什么？倒是大伯你，还是别太明显了。要是被伯母知道了这件事，有你好果子吃。不识好歹的狗东西！要不是你，根本就不会有现在的苏氏集团。可他苏唐，非但不念你的恩，还背信弃义，抛妻弃女，让小三上位，最后害你郁郁而终。不过你放心，苏家的一切，我都会帮你夺回来。只要是伤害过你的人，我一定
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苏唐，你给我站住！怎么还想找打？呀，来带你的死鬼老妈一起走啊！你还敢打我？杀了你！再敢羞辱我妈，我撕烂你的嘴！有没有被欺负？需不需要我帮忙？不用，3个歪瓜裂枣而已，我自己能搞定。是夫人。陆总，老夫人说林小姐明天回国，她让你去湘江拍卖会把海洋之星拍下来，作为你们见面的礼物。海洋之星？嗯。既然已经结婚了，拍下来送给我老婆，好像也不错。啊？无法无天，谁给你狗胆敢打我女儿？你敢打我？打就打了，如何呢？够了！苏唐，你还没闹够是吗？闹？我只是拿回我妈妈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找打。混账！你敢这么跟我说话？苏唐，你想造反吗？连大伯都敢打！倚老卖老的东西，打就打。他要是再敢说我还敢打，你女！你敢？你要是敢打我，我就把股份全卖了，到时候你1分钱都捞不到。威胁我？对啊，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这整个海城，谁敢接这个烫手山芋？许愿吗？忘了告诉你们了，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公姓陆，陆氏集团的陆。陆氏集团？你巴结上了陆氏集团的人，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还是准备好接受我的报复？大伯，怎么办呀？他勾搭上了陆氏集团的人，怪不得他这么嚣张，原来是有靠山了。怎么办呀？陆氏集团，我们可得罪不起啊！慌什么？那苏唐就算再有本事，能够巴结上陆氏集团的人，最多也就是个小喽啰。等我们在拍卖会上拍到海洋之星，巴结上陆总，还怕收拾不了他吗？对呀，到时候我要让苏唐跪下来和我道歉。没事吧？没事啊，就是扇他们，扇的有点手疼。真不愧是陆夫人啊，就是厉害。走吧，回家。先不着急回家，先去一趟湘江拍卖会。拍卖会？既然已经结婚了，新婚之礼自然不能少。开车吧。好嘞。听说这个海洋之心是你联姻对象最喜欢的东西，你确定要送给我吗？我们可是领证了的，联姻对象算什么？走吧。刚才那个是苏唐吗？苏唐？妈，你看错了吧？这种规模的拍卖会，苏唐怎么可能有资格来？他虽然继承了苏氏集团，但是钱都在公司里面呢，没有大伯的发话，他可拿不出钱来。行了，正事要紧，现在进去吧。欢迎各位来到本次拍卖会。这就是海洋之心了，确实漂亮。一会儿它就是你的了。
清月，他们怎么也来了？貌似又有好戏看。既然人都来了，哪有不宰的道理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件拍品，稀世粉钻1枚，起拍价300万。哇，好漂亮的粉钻啊！妈，大伯，我可以拍下来吗？区区300万，想拍就拍呗。350万。你也喜欢？只要是苏清月喜欢的，我都喜欢。400万。苏唐，这个贱人怎么也在？2楼贵宾席，他旁边那位，难道就是他口中说的陆氏集团的人？他怎么也在？不行，我得把唐唐抢回来。500万。看来他对你还没死心啊！啊，这不是苏家婚礼上姐夫和妹妹搞在一起的许家少爷许燕吗？啊！哎，苏清月也来了。不过你说这许少到底喜欢苏唐还是苏清月呀？他为什么又和苏唐讲上架了呢？哎，你没看到是苏大小姐先喊的架？我看呀，肯定是苏大小姐把他给甩了，然后他又想追回苏二小姐，所以啊，才故意和苏大小姐叫架的呀。哦，他就是故意拍下来，好讨好那个苏二小姐欢心。苏唐，你以为你赢了吗？许燕最后不还是我的？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恭喜这位先生喜得本件拍品。许先生，您的粉钻。好的。苏小姐，你这是做什么？我当然是拿粉钻啊！许燕拍下来不就是送给我的吗？我知道你想用这枚粉钻来求我的原谅，但是啊，这远远不够。除非你当着众人的面跪下给我道歉。苏小姐，你误会了吧？这是许先生拍给苏唐小姐的，不是给你的。什么？苏家二小姐这下丢人丢大发了。不过她脸皮这么厚，应该也不嫌丢人吧？还真是有意思，还有人上赶着找羞辱。自以为是的人，总是拎不清自己的斤两。苏小姐，这是许先生送给您的。帮我谢谢他。这个许燕也太过分了，敢这么羞辱清月，回头一定好好收拾他。跳梁小丑罢了，不用搭理他。正事要紧，坐下。接下来，让我们迎接第2件拍品——海洋之星，起拍价3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万。哎呀，这么高！3500万，4000万，4000万，4000万，这才第几轮啊？就4000万了！苏唐他疯了吧？4000万，他哪来这么多钱？苏唐，你什么意思啊？存心和我们对着干是吧？妹妹这是说的什么话呀？这里是拍卖会，价高者得。你要想要就继续叫价呀。4000万你张口就来，你有钱吗？对哦，你这倒是提醒了我。要不我把苏氏集团的股份给卖了？啊！苏唐，你敢！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苏氏集团100%的股份，有没有想要的？价高者得。苏小姐，此话当真？当然，买的股份，我弱女子一个，虽然有苏氏集团的继承人身份，但我的大伯和小妈对那些股份虎视眈眈的，我怕是守不住，还不如卖了划算。起拍价1个亿，有没有人想要？启堂，苏氏集团价值数10亿，1亿就卖了，你疯了吧？我的东西我乐意，谁让苏清月惹我不高兴了？要不大伯，你替我教训教训。
没准我开心了就不卖了。苏桃，你少在那挑拨离间，我不信你敢这样做。临时加个拍品，不介意吧？陆总身边的女人可千万不能得罪。当然，苏小姐的拍品由我拍卖行担保，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加价。就卖了呀！我出2个亿，发了吧，3个亿，100%的股份。还有没有比3个亿更多的？慢着！大伯这是想通了。这样吧，你当众扇苏清月3个巴掌，我就不卖。大哥，你别听信苏唐的疯话，我不信他真敢卖。苏桃现在就是个疯子，现在又有拍卖行做担保，如果真把他卖掉，我就彻底拿不到苏氏的股份了。不行，不能让他这么做。是啊，大伯，你别相信他。住口！住口！大伯，这下你满意了吧？苏清月，1个巴掌1个亿，你这脸可够值钱的。不好意思啊，这边临时出了些小插曲。既然我大伯都帮我教训我这好妹妹了，那这苏氏集团的股份我就暂时不卖了。您继续吧。诸位，海洋之星，请继续加价吧。你玩这么大，就不怕玩脱了？我这大伯最看重苏氏集团的股份了，他是绝对不会允许我低价贱卖的。再说了，有你在，我怕什么？大不了最后你给买了，我们反正是一家人，无非就是左手挡右手的事，反正吃不了亏。你倒是好算盘。不要再招惹那疯子了，现在安安心心把海洋之星给拍下来，搭上陆总这条线最重要。叫价5000万，6000万，6000万了，还有没有价格更高的？8000万。好，苏小姐叫价8000万，还有没有价格更高的？他们花这么多钱买海洋之星是做什么？糖糖，苏清月他们此次来是为了拍下海洋之星送给陆氏集团陆总的，一旦他们搭上了陆总，你就彻底斗不过他们了。听我的，离开那个男人，我帮你守住苏氏集团。你信不信，我不花1分钱就能帮你拿下海洋之星？啊？1个亿。1个亿。苏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非要跟我们对着干到底是吗？小妈，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刚刚已经说了，这里是拍卖会，价高者得。你要想要，就继续往上喊啊！你坐下。1亿1000万。2个亿。苏唐，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拍卖会，不是菜市场，叫了可是要出钱的。你有这么多钱吗？钱我是没有，但我有苏氏集团的股份啊。刚刚可是有人叫到了3个亿。你好了，这个死丫头明显拿住我们软肋了。那怎么办？项链再值钱也不止2个亿呀。是啊，大伯，1个项链2个亿也太多了。还能怎么办？这死丫头都叫价了，到时候她拿不出钱，真把苏氏集团给抵押了怎么办？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必须得拿下这个海洋之星，搭上陆总的线，否则不仅这死丫头的股份不保，我们也要失去陆总这条贵人线。3个亿。3个亿。还要继续吗？3个亿已经是他们能拿出的所有现钱了，再继续，你可真的要大出血了。3个亿3次。恭喜苏先生以3个亿的价格获得海洋之星。
好戏看完了，也该走了。走？可是海洋之心还没有拿到。不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走吧。有了这海洋之心，我们就有了敲开陆氏集团的敲门砖呐。可是花了3个亿，这也太贵了。是啊，那陆氏集团万一不买账怎么办呢？放心，我已经和陆氏集团的张总说好了，他会以合作方的名义为我们约了陆总。明天咱们就去拜访陆总。苏唐，拿来吧。什么？徐燕送你的粉钻。怎么，你还想带着他跟我共度良宵啊？没想到堂堂陆总竟然还是个小醋包啊！咱俩可是领了证的，我岂能让你当着我的面收其他男人的礼物？住手！糖糖，你们，我们怎么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斗不过苏清月他们的。离开这个男人，我可以帮你守住苏氏。我跟谁在一起，不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就你那点家底，跟我老公还不够看的呢。公？对啊，刚领的证，你要看吗？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他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软饭男，他怎么能够帮你守住苏氏？相信我，跟他离婚，现在就跟他离婚，我能够帮你守住苏氏，相信我。许少，麻烦你摆清自己的身份，你不过就是我用来对付苏清月的一颗棋子。哦，不对，现在已经利用完了，应该说弃子才对。凭什么觉得我需要你？弃子？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跟你不过就是逢场作戏，将计就计罢。至于你说的这个软饭男，你想知道他是谁吗？他不就是你请来的演员，来帮你演戏的吗？陆总，这是张副总让我转交给您的，说是苏氏集团苏正光献给您的礼物。苏正光给他献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洋之星，你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晨舟？这就是你说的不花1分钱就能得到的海洋之心？对啊，这还多亏了许少的通风报信，才能让我狠狠的宰了苏正光他们一顿。多谢了，许少。你真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晨舟？怎么，我很像软饭男吗？走吧，老婆。新婚之夜，我们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这儿呢？怎么样，好看吗？好看。怎么，没花1分钱，不高兴了？哪能啊！我老婆大人帮我省了那么多钱，我开心还来不及呢。知道就好，像我这种持家的女人不多了，你就好好珍惜吧你。陆总，张副总说苏家那几个人明天想去拜访您，您看？不用。好啊，我明天去我老公办公室，帮你接见一下他们。你又在打什么主意？你这是什么话？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算计的一个人吗？不是吗？事情我已经帮你做完了，什么时候帮我引荐 Lisa？ 急什么？明天我见完苏氏集团那几个人，自然会帮你引荐的。不过你那个联姻对象今晚应该回来了吧？还有你家的老夫人，她应该知道你到婚礼现场抢婚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想想该怎么对付他们？许燕，你给我站住！许燕，你
你什么意思啊？上次当众让我难堪，今天又故意和我对着干，赶紧给我道歉，否则你信不信我永远不能原谅你？原谅我？苏清月，谁给你的脸？就是因为你，害得我在整个海城颜面尽失。你还有什么资格说原谅我？你又打我！滚！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清月，你没事吧？大哥，你就这么看着？这种人就得好好收拾他。哼，自己蠢怨得了谁？现在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许言他这么容易就变心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等明天我们巴结上陆氏集团的人，连他一块儿收拾，先回家吧。苏小姐，您先上去吧。一会儿李秘书接您去陆总办公室，我去一趟老宅接陆总。一夜未归，看来老夫人那关不好过啊。以老夫人的脾气，有她苦头吃了。那我可得好好补偿补偿她。好戏要开始了。哇，不愧是陆氏集团啊，还真气派啊！那是当然，你以为陆氏集团是我们这样的上流家族能够比得了的？苏桃，这个死丫头怎么来了？还是从陆总的车上下来的。你怎么会在陆总的车上？还有，你怎么坐陆总的车？什么陆总的车？你们是不是看错了？也是啊，就她这种女人也配坐陆总的车？刚才啊，可能是大伯看错了。没错，有这个可能啊，说不定我还真是看错了。他怎么有资格坐陆总的车？你今天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找陆总来谈合作，故意跟过来搞破坏的呀？哦，你们也是来拜访陆总的？听你的意思，你也是过来找陆总谈合作的？对啊，我虽然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但股东们都是你们的人。如果不跟陆氏集团合作的话，就没有完全掌控苏氏。知道就好，我还是奉劝你，打消了去见陆总的心思，他不会见你的。是吗？你们信不信？不超过1分钟就会有人来接我。苏桃，你没病吧？真以为赢了我们一次，还把自己当回事了？这里可是陆氏集团，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如果真的有人来接我呢？如果要是真的有人来接你，我就跪在这个大堂里面爬上一圈。苏小姐，总裁让我来接您。妹妹，我记得你刚刚好像说过，如果有人来接我呢，就绕着大堂爬。还愣着干什么？爬吧！爬什么爬？要爬也是你爬。人家说的是苏小姐，是我们家清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妈，你的意思是说，他是过来接我的？那当然了，昨天晚上我们可是花了足足3个亿拍下《海洋之星》送给陆总的，肯定是他很满意，所以才用这么高规格来接待我们。你说是吧，大哥？倒是有这个可能。毕竟我们这么有诚意，人家陆总又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自然不会输了礼数。你们这一家子人脸皮可真厚啊！要实在不行，就买个镜子照照，看看你们脸有多大。苏唐，你别在这儿阴阳怪气的。我们为了见陆总，好歹花了3个亿买了海洋之心送给了他。你有什么？你想见陆总，空着手来，凭什么见你？原来你们拍下海洋之星是为了送给陆总，怪不得那么舍得下本钱。知道就好，我劝你还是知难而退吧，省得被陆总赶出来，丢人的可就是你了。
如果你乖乖交出继承权，或许我们还能给你个10万8万，不然呢，就等着被赶出苏氏吧。别跟他废话了，现在我们最要紧的还是跟这个领导去见陆总要紧。这位领导，麻烦您带路，别让陆总等着急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才说的苏小姐是苏唐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什么？你真的是过来接苏唐的？苏小姐，请吧。拜拜。大伯，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过来接苏唐呢？该不会他比我们抢先一步巴结上陆总了吧？要是真这样的话，那我们3个一起不是白花了？急什么？先去见张总，见了张总以后，一切都清楚了。走吧。苏小姐，这是陆总的办公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就先下去了。有任何需要，您随时给我打电话。辛苦了。张总，您真的不认识苏唐吗？不认识。看来呀，苏唐那个死丫头肯定是耍了什么手段，敢在陆氏集团乱来。等会儿见到陆总，一定要让陆总好好收拾。那个张总，方不方便向我们透露一下陆总是什么样的人？到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别说错话了。是啊，张总，我听说陆总杀伐果断，万一我们要是说错话，可就麻烦了。陆总他还没到，不过他已经吩咐过了，让他的新婚夫人来接待你们。新婚夫人？啊？那张总，这位夫人好相处吗？脾气怎么样？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也没见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大人物。等一下进去之后，不管是说话还是态度，都要恭敬些。张总口中的夫人，难道是陆总的联姻对象林家大小姐？林小姐最喜欢那条海洋之心了，还好我们送的及时，这下合作的事儿稳了。真期待顾烟和苏清月看到我是什么表情。听说陆总为了不和林家联姻，昨天去了一个不入流婚礼现场当众交换。要不是老夫人及时封锁了消息，否则整个上流社会恐怕真的要乱套了。不过能让陆总不惜身份当众抢女人，看来也是人中之凤，非同一般。我这做下属的还是小心为妙。等一下你们进去之后，看到夫人千万要敬重点，一定不能得罪她，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记住了？记住了。多谢张总，我们一定会万分敬重。是。进去吧。进。陆夫人，我是苏氏集团的苏正光，特意来拜会您和陆总的。陆夫人，昨天送你的海洋之星可还喜欢？听说你们花了3个亿，倒是挺舍得下本钱的。这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陆夫人，您说笑了，能让您开心，区区3个亿，又算得了什么？无功不受禄，说吧，有什么目的？哎，干什么呢？得罪了陆夫人，一切都打水漂了。是这样的，陆夫人，我们苏氏集团想寻求和陆氏集团的合作，您看？哦，据我所知，苏氏集团的继承人好像不是你吧，而是苏家大小姐。就算要谈什么合作，
也应该他跟我谈吧。陆夫人，您有所不知啊，那苏唐就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到处勾引男人，这种人根本不配继承苏氏集团。是啊，陆夫人，苏唐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继承苏氏集团，他要能力没能力，要资格还没资格。而且，陆夫人，你有所不知，我们公司里面的股东啊，全部都是我大伯的人，有什么合作，直接问我大伯就行了。陆夫人，我们是不是有哪句话说错了？怎么发那么大火啊？跪下！啊？怎么，不想谈合作了？还是说我说的话不管用？陆夫人，您言重了，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或者得罪您了？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陆夫人让我们突然跪下？该不会是苏唐真的勾搭上陆总，陆夫人知道了，所以才会迁怒我们吧？怎么可能呢？那苏唐虽有几分姿色，但他没那本事。不管是不是，肯定和苏唐脱不了关系，肯定是他惹怒了陆夫人。苏唐，别让我再见到你，否则我扒了你的皮！大伯，现在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先跪下再说。好不容易到这儿了，难道现在就放弃啊？跪下！苏正光，你还真是一把软骨头，就这样还想跟我斗？苏清月、顾烟，你们准备好迎接我的羞辱？苏唐，嗨，苏唐，怎么是你啊？苏唐，你撑死呀是不是啊？你赶紧起来，陆总的位置也是你能坐的吗？你竟敢坐在陆总的位置上，还敢假冒陆总夫人，你是想要害死我们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陆总夫人啊！你放屁！陆总夫人是人家大小姐，跟你有什么关系？嘴巴这么脏，是该洗洗了。你个贱人，敢破我脉，居然还敢躲！苏唐，放开我！赶紧放开我！放开我！快放开清月！一群软骨头，忘记刚刚怎么对我谄媚了吗？苏唐，你擅闯陆总的办公室，你还假冒陆总夫人，现在居然还敢动手打我！陆总来了，我让你死！让我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死。大伯，你拦着我干什么？我今天要活撕了你这个贱人！胡闹！怕作死，你也要跟着一起吗？是啊，清月，这是陆氏集团，你可别乱来。苏唐，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什么场合？这是陆氏集团，是陆总的办公室。你敢在这儿胡来，你是真不怕死吗？哦，我知道了，你自己没本事巴结陆总，就想用这种手段让陆总迁怒于我们，是吗？苏正光，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很多遍了，我是陆总的夫人，我在我自己的老公办公室里，有问题吗？我以陆氏总裁夫人的身份教训你们，有问题吗？哼，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你是陆夫人，那林小姐是谁？她才是陆总的联姻对象。你怎么会带着海洋之星？这不是我们送给陆总的吗？你说这个呀？这个就是你们口中的陆总，也就是我老公亲手送给我的。
有问题吗？怎么会这样？难道你真的？这怎么可能？难道他真是？忘了告诉你们了，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公姓陆，陆氏集团的陆。难道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和陆总结婚了？不可能，陆总那样的大人物，怎么可能会看上他？这个项链一定是他偷来的。偷？苏清月，你也真是蠢的可以。你去陆晨舟手里偷一个试试。切！大哥，赶紧给张总打个电话，证实一下是真是假呀！哦，对，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不用打了。老公，这么快就来了？是你啊，软饭男！撞死！怎么跟陆总说话的？陆总，他真的是陆总？当然就是陆总，真是瞎了你的狗眼！没事吧？有没有受欺负？对付3个蠢货，还不至于被欺负。陆总，误会都是误会啊！误会？欺负我老婆，也算是误会？张超，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封杀他，以后谁要是敢跟他们合作，就是和我陆氏集团作对。陆总，我真不知道您是陆总啊，不然我们怎么敢这么做呀？求您大人大量，放过我这一回好不好？怎么说？我看他们好像没什么诚意。听到了吗？我老婆说你的诚意不够啊。愣着干什么？跪下呀！我不跪，我凭什么给苏唐下跪啊？跪下！哎呀，我们跪。陆总，你看，我看什么？你们得罪的是我老婆，跟她说。糖糖，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呢？一家人？你们纵容苏清月毁我清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你们逼我交出苏氏集团继承人身份的时候，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不过呢，我这个人大度，也懒得跟你们计较。这样吧，把这份断亲协议签了，并且承诺永远退出苏氏集团，我就当这事算了。什么？永远退出苏氏？怎么不愿意？那就封杀他们好了。不，我签。你疯了！签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不签死得更快。苏唐，你别以为你又赢了，你给我等着！好啊，我等着你的阴谋诡计。不过呢，我保证，肯定会让你比上次输得更惨。我劝你这猪脑子，就别说什么胡话了。还记得你跟许愿那次，我只是略微使了那么一点点手段，你就成过街老鼠了。什么？上次婚礼的视频是你设计的？当然了。张总，送客吧。怎吧？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让他们签这个？不过是区区几张白纸，我只是想向他们讨回一下当年羞辱我的利息罢了。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至于这么麻烦？我就是要一点一点羞辱他们，一次一次的把他们拖下深渊，让他们也尝尝绝望的滋味。怎么，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什么？林小姐杀过来了？
第二场戏开始。苏唐，你这个贱人，居然敢让我下跪！大哥，难道我们就这样妥协放弃了？那可是价值数十亿的苏氏集团呢！放弃，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怎么可能会放弃呢？苏唐，你给我等着，我就不信你能斗得过我。这谁啊？这么大阵仗！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她应该就是陆总的联姻对象，林家的大小姐，林秋寒。我听说林小姐她心狠手辣，苏唐跟她抢男人，她死定了。林小姐，你怎么来了？滚！这就滚。陆总，你这次可是完蛋了。宋小姐，这陆总真和林家大小姐订婚了？是啊，可怜我们陆总，刚被老夫人骂一宿，现在又被前未婚妻杀上门，太惨了。哎，是有点惨。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去，都别看了。我倒是要看看什么样的女人敢和我抢人质。就你自己，那个女人呢？林小姐说的是我的新婚妻子吗？她已经先走了。陆晨舟，你什么意思啊？和你有婚约的人是我，凭什么和别的女人结婚？我陆晨舟要跟谁结婚，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你好，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和我林秋寒抢男人。哟，没想到堂堂陆大总裁竟然会在一个女人手里吃瘪。少说风凉话，要不是你，我至于这么被动吗？说吧 ，Lisa 什么时候可以见我？明天 Lisa 将在这里举办一场酒会，跟我一起去，自然就能见到她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再跟我玩这种猫鼠游戏，那我可就悔婚了。好嘞。给我查清楚到底是谁。是。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林总，已经办妥了 ，Lisa 设计稿已经拿到了。从今天起，您就是 Lisa， 也按照您的吩咐，明天将会为您举办一场酒会，彻底坐实您的身份。好，很好，陆晨舟，你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林秋寒想冒充 Lisa 的身份，我有点开始期待明天的酒会了。5年前，为了脱离苏家这个魔窟，我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拿到了学校的保送名额。我本以为从此我可以逃离苏家，远赴海外。可当我找到我的导师时，我才知道我的保送名额被人抢走了。教授，我马上就可以离开了吧？苏汤，你的保送指标已经没有了。没了？怎么会呢？学校的保送名额最后定的不是我吗？而且我的成绩一直是学校的第1名啊，怎么会没了呢？林家为了给
林家大小姐林秋寒海外镀金，给学校捐了500万，校长把唯一的指标给他了。林家，林秋寒。哎，苏唐，老师知道你是很优秀的，学习也很努力，可是林家的势力太大，校长在他们面前也不得不低头。希望你啊，能够谅解啊。哎，当年夺我名额，害我在苏家吃尽苦头，如今我抢你未婚夫，也算是一报还一报。谋划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们聚齐了。你们在我身上施加的伤害，我会让你们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鱼已经入网了，可以收网了。大伯，你说那个林小姐真的会帮我们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唐抢了他的未婚夫，而我们可以帮他，他没有理由不帮我们。没错，苏唐就是抢了林小姐男人的小三儿。有了林小姐的帮助，苏唐这次一定会一败涂地。啊，林小姐，你是？我叫苏正光，是苏唐的大伯。苏唐又是谁啊？你还不知道吧？苏唐就是和你抢陆总的那个小贱人。和陆晨舟结婚的女人叫苏唐。林小姐，您还不知道呢。林小姐，苏唐那个不要脸的死丫头，害得陆家，害得您颜面扫地。我们这次过来就是帮您揭露她的。跟我进来吧。你要的东西。多谢。这个林秋寒手段还是挺多的，他冒充 Lisa 的文件伪装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不知情的人真的挺能分辨出真假。他伪装的越真，就摔得越惨。自己把握就行。哦，对了，我还查到苏清月他们最近去找林秋寒，而且谈的还挺好，所以明天的酒会他们肯定会闹。我就怕他们不闹，他们不闹，我怎么把这场戏推到最高潮？得嘞，等明天我帮你把这场戏演好，我还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哇塞，真不愧是世界第一设计师 Lisa， 就连办一个酒会都这么大牌面。真没想到，这个林小姐就是 Lisa。要是陆晨舟知道了，会不会后悔啊？当然会后悔了。苏唐完了，今天肯定会被陆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抛弃了。这都他自找的。大伯妈，我听说这次不止海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会过来，就连上京齐家的齐大少也会过来。上京齐家，那可是顶着天的大人物啊！听说他比陆晨舟的身价还高呢。这林小姐真是厉害，竟然能请得起这么大人物。不仅如此啊，我听说这个齐家大少来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向各界名流宣布一个重磅的消息，可能是要和 Lisa 谈一个100亿级的合作。谈一个100亿级的合作。100亿！我的天哪！哎，妈，大伯，那不是陆晨舟吗？他还真敢来啊！看我们今天不扒他一层皮！这陆氏集团迫切想要和 Lisa 合作，这陆晨舟恐怕到现在为止都还不知道 Lisa 就是林小姐。今天得有好戏看了。苏唐，你还真敢来呀！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你们几个怎么在这儿？难道是昨天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吗？陆总，我奉劝你一句，赶紧和这个贱人撇清关系，
否则啊，酒会一旦开始，你一定后悔莫及。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说我老婆？敢打我！就打你，如何？就打你了，如何？不要跟他们这种人计较，待会儿有他们受的。走吧。好，你给我等着。这几个人什么意思？看来是昨天给他们的教训太小了。无非就是几个跳梁小丑罢了，不用在意他们。走吧，我们进去吧。你到底在玩什么阴谋诡计？你可是答应过我，今晚会让我见到 Lisa 的。哪有人这样说自己老婆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保证你今天肯定能见到 Lisa。乖，听话，走吧。林小姐，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陆总被苏唐那个妖艳贱货迷了心智，竟然还敢动手打我，看我这个脸被他打的。苏唐，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竟敢和我抢男人！林秋寒，他怎么在这儿？你就是抢我男人的苏唐啊！林小姐，我和我老公两情相悦，何来抢一说呀？林秋寒，你干什么？林秋寒，你干什么？陆晨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和你有婚约的人是我，你和他领证，还当众抢婚，故意让我难堪吗？我和谁结婚与你无关，不要在这胡搅蛮缠。胡搅蛮缠，好，很好。不要以为有陆晨舟护着你，我就伤不了你。说到底，你就是一个靠拙劣手段上位的小三。秋寒，老公，别生气，气坏了身体，我可会心疼的。林小姐说我是小三，证据呢？拿不出证据，我可要告你诽谤哦。证据？我和陆晨舟的婚约，整个海城谁不知道？这都什么年代了，现在流行婚恋自由。林大小姐自己拴不住男人的心，只能在这里跟我无能狂怒。这要是传了出去，那林大小姐的人念往哪儿放？大家说是吧？是啊，是啊，确实是啊。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可以证明苏唐他就是个臭不要脸的小三。没错，苏唐臭不要脸，先前和他妹夫搞到一起，我这儿可有视频作证。大家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放给大家看。这不是真乱。虽然之前婚礼上的计划被你给破坏了，但你可别忘了，我手里面还有你跟许燕的亲密视频呢。今天来的这些人可不比上次那些，这可都是名门贵族。所以你是打算用上次那个视频继续栽赃陷害我？同一个手段用2次，你也是真够蠢的。只要能赢你，只要能把你踩在脚底下，我耍点手段又能怎么样？苏唐，只要你肯主动放弃苏氏集团的继承权，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一次。否则呀，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去，这些人可不会去分辨真假，到时候就算陆晨舟想要护你，恐怕也护不住吧。不用，放吧，尽管放，我倒要看看今天死的人是谁。冥顽不灵。大伯，这个贱人他油盐不进，我觉得没必要跟他说那么多。林小姐，您看，陆晨舟，在座的可是各界名流，视频一旦放出去，什么后果？你确定非要护着他？得不到就毁掉了。林秋寒，你觉得我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吗？好，很好，别怪我不客气。你不是有视频吗？拿出来给各界名流看看，这个小三做了什么恶心人的事情。苏唐，别怪大伯不给你留活路，实在是你太狠了。大伯教训的是，但是这有的时候吧，
这有的人做恶太多，只怕会报应到自己身上呢。冥顽不灵，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死的。大家看好啊，这个就是陆总的好老婆。苏桃，这回就算你求我们，也晚了。哟，小妈，你这跟大伯你俩玩的挺花的呀。这都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嫌害臊。这就是你们说的小三啊！可没想到你们这俩老东西玩的还挺刺激啊！哎呀，你小点，你们这俩老登可真会玩，这个看不出来啊！就是啊，这么大玩这么花。梅小姐，你听我解释，我新人的老东西。大伯，你没事吧？苏桃，这是你说的对不对？妹妹，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手机是你们拿出来的，视频也是你们放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是吧，小妈？你这技术可以啊！再挖一挖，看看这俩老登还有没有什么黑料，尤其是关于苏氏集团内部的，都给我发到网上去。我要让这俩老登再也没脸在海城。好嘞，七少，您就瞧好了吧。第一场戏结束了，该第二场了，我也该登台了。我堂堂一个齐家大少，竟然来干这种事！大伯，你没事吧？大伯，叫爸，他可是你亲爹。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拖出去！林小姐，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林小姐，你放开我！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林小姐！放开我！之前是我小瞧你了。多谢林小姐夸奖，不过他们都是自作自受，跟我可没什么关系。你早知道他们会来这个酒会，你猜？你到底还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是我不知道的？你再猜。欢迎大家来到 Lisa 小姐的酒会。众所周知 ，Lisa 小姐是国际著名的设计大师，但却鲜少有人见过她的真容。今晚，诸位不仅能一睹 Lisa 小姐的真容， Lisa 小姐还将宣布最新的合作名单，让我们拭目以待。陆晨舟，希望待会儿你别后悔。苏桃，这个名字怎么有些熟悉？你确定你真的认识 Lisa， 没有骗我？以陆总的聪明才智，我要骗你不太可能。还是说陆总对自己的智商不自信了？我只是确认一下，没有怀疑你。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 Lisa 小姐闪亮登场。什么？林小姐就是 Lisa？ 真是没想到，林大小姐不仅家世优越，连个人能力都这么强，竟然是国际赫赫有名的国际设计师 Lisa。你就还是 Lisa？ 怎么回事？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有请 Lisa 小姐上台。陆晨舟，我等着你向我低头。你又干什么？等等，这位小姐，您有什么事吗？她不是 Lisa。什么？不是 Lisa？ 不是 Lisa？ 怎么能这样呢？他
怎么能这样啊？假冒别人，我是你真假 Lisa 呢？苏糖，你在胡说什么？我有没有胡说？林小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清楚什么？我不是 Lisa， 谁是 Lisa？ 我看你就是因为刚才的事情故意报复，趁机捣乱。捣乱？众所周知 ，Lisa 是国际著名设计师。林小姐自称 Lisa， 那你的作品呢？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还好我提前都准备好了。不过，这个苏糖怎么会知道我不是 Lisa？ 莫非他认识真正的 Lisa？ 这不可能！看林小姐紧张兮兮的，该不会真的是假冒的？是啊，毕竟我们谁也没见过 Lisa， 就算林小姐是假冒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相信你，林小姐，您把您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伙都看看，好让这个女人的谎言不攻自破。对，拿出来啊！对啊，拿出来！拿出来看看呀！拿出来！好，你不是要看吗？我就让你好好看看。这不是你之前发给我的设计稿吗？难道他？这些字你看是不是真的假的？对，这是我最新的设计稿，昨天刚刚完成。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胡说，这不是你的设计稿。什么？不是陆晨舟，什么意思？这是冒充的吗？要和这个女人一起污蔑我是吗？这样，这不是真是假的？什么意思啊？这陆总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跟这个女的在一块儿啊？林大小姐不是说了吗？陆总和她毁了婚约，就是和这个苏糖在一起。只是没想到，陆总竟然为了这个苏糖，当众合伙谎骗我们。陆晨舟，你擅自毁约已经让我颜面扫尽，现在又和他一起来污蔑我是 Lisa， 你什么意思？非要让我难堪是吗？我让你难堪，林秋寒，这是不是你的作品？你心里没数吗？林小姐，我知道，陆晨舟选择了我，让你心里非常不甘心，所以你先请来了苏清月他们，想毁了我，对吗？这是你的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这话说的没毛病，但你不该自作聪明，冒充著名设计师 Lisa， 最终你一定会和那3个蠢货一样，搬起石砸了自己的脚。你在说什么？不懂。那我就替你说，陆氏集团虽然事业蒸蒸日上，但发展也到了瓶颈，急需要业务突破。和著名设计师 Lisa 合作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你为了让陆晨舟屈服，所以干脆冒充这个谁都没有见过的 Lisa 身份，胁迫陆晨舟让他服软，对吗？你胡说！我有没有胡说，你马上就知道。老公，还愣着干什么？哎呀，拿出来吧。是啊，真是谁？你刚刚说这是你昨天刚完成的，对吧？没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我这里也有一份作品，是早在3天前送到的，和你的一模一样。作何解释？不可能，这明明是我昨天刚完成的。还嘴硬？好，那我就证明给大家看看。林秋寒，你知不知道你此举会将整个林氏集团拖入深渊啊？趁现在 U 盘里面内容还没放出来，我劝你趁早回头。回头？他已经无路可退了。林小姐竟然真的是假冒的！是啊，真没想到她为了逼迫陆总，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怪不得陆总不选她，这种人真配不上陆总。闭嘴！都闭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 Lisa 的设计作品？她就是真正的 Lisa， 齐家大少。之前就听说她会来，以为是谣传，没有想到是真的。真是 Lisa。老公，你这么震惊干什么？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 Lisa， 不记得了？如果我说我就是 Lisa， 你信吗？你看我像傻子吗？
可能，你怎么可能是 Lisa？ 怎么，林小姐在怀疑我齐川说谎吗？齐大少说笑了，只是他……林秋寒，你真的不记得他了？我认识他。看来林大小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到底是谁？5年前出国保送名额，记起来了吗？是你？没错，就是我。5年前我好不容易拿到了出国保送的机会，但就因为你爸爸给学校捐了500万，最终这个名额就被你给抢走了。怎么，林大小姐不记得？什么？林小姐居然能做出这种事？这不是学历造假吗？太可恶了！她不仅抢了苏小姐的保送名额，现在还冒充苏小姐的身份，这林秋寒怎么这么不要脸？你不是喜欢冒名顶替吗？那我顺便帮了你一把，怎么样？被人当众揭穿老底的滋味不好受吧？苏唐，我杀了你！林秋寒，你抢走了我唯一逃离苏家的机会，就因为你又在那个魔窟里被折磨了整整5年，这一巴掌就当是还了那5年的折磨。林秋寒呐，林秋寒，你千不该万不该惹怒这位姑奶奶。你看我，堂堂齐家大少爷，不一样也得跟着当跟班嘛。就你们林家那点家底，跟他斗，哼，真是不够看呐。所以，你接近陆晨舟和他结婚，都是为了报复我，好深的心机啊！林小姐，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还在挑拨离间，还真是不长记性。齐川，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就顺便帮我收拾收拾林家吧。好嘞，放心吧，不仅是林秋寒和林家、苏清月他们3个，我都不会放过他。怎么，生气了？生气了？生气好啊，生气你赶紧跟唐导离婚，我排着队呢。去，不会说话就闭嘴。是有点生气，所以今天晚上得好好补偿我。这个宴会厅啊，还真是没意思。我订了餐厅，一起吃个烛光晚餐。正合我意。走吧。哎，那我呢？